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因为美东也进入，应该美国整个都进入这个冬令时了。那么欢迎秦朋友，你好。我们今天直播到12点，现在开始直播。秦朋友，请确认一下这个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这边要问的是谷歌，我先把谷歌的代码打上来。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我们确认一下。之前是有过，我都说了可能10分钟了，发现那个大家那里听不到声音，所以好的，谢谢你确认。在分析谷歌之前，我们简单的快速说一下这个大盘标普。这个标普现在从这个4835这个上涨啊，我们一直跟踪的是，就这一波整个都是从4835起来的。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但是日线吧看起来现在不够清晰，我们降到一个周期到3小时。从3小时观察的话，这个起涨点4835，看一下3小时上需要关注什么。我们把这个4835这里断开，我现在只关注4835右侧这些。4835只关注右侧这些。那么右侧这些现在是按中枢来画的话，这是1、2、3，在3小时上有3个大中枢，然后呢高低点都没有接触，是一个3小时的一个3中枢趋势上，这是比较少见的。那么针对最后一个中枢，我们又观察了这个起涨点在6593，就这一笔尝试离开最后一个中枢，然后还有个一次回落，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现在就看这个新的一笔能不能够生成，是不是要再次突破前面这个6920这个历史高点？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形成一个盘整背驰。当然了，它如果说不突破高点，直接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那就是第5个中枢了。或者说这个回落没结束，可以继续往下跌，对吧？这也有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看它到这些位置，还是说那最次的就是直接拉回到中枢里面来。那么拉回中枢，这里立刻就有一个120均，120均在这里。如果说踩这里的话，看它能不能再弹一次，然后再下来，也可能。就是现在，因为本周有一个数据，就是 ADP 数据，小非农在周3要出来。那么这个数据是确定要出来的，虽然说到周3美国政府还是有可能关门的，但是这个 ADP 数据会出来。那么这个数据的话，虽然说它这个比非农数据要差一些，但是现在是也没有其他数据能够那个辅助判断，所以说现在这个美联储现在是有点比较尴尬现在。但是呢，现在这个结构已经3中枢趋势上，所以说一旦是下跌的话都是非常迅猛的，所以大家要相对的注意一下风险。如果说你的盈利已经非常丰厚了，那先拿出一点仓位来，对吧？然后留一些仓位跟着走，对吧？这样的话就是可上可下的时候你就不会太恐慌。好的，那么现在赶紧来分析一下这个谷歌。那么谷歌的话就是，把这个结构给它重新清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把它都清掉。这个最高点，因为谷歌这个财报之后是一个大涨，对吧？然后这个它的，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从月线上这个起涨点83.45。那么83.45，它这个月线上其实，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是 GOG， 可能图形上没有那么多。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之所以用它的原因是之前分析过，有一些这个之前的分析的痕迹。那么你要用另外那个 GOL 的话，可能图形更多一点，它可能从2005年的，但是也不全，所以说我们就用那个现在用的这个。那我们就看一下83.45这个月线上这么大的，这里是有过一次震荡，但是在月线上并不构成中枢，它在周线上肯定是有中枢的。那么再看周线，周线这个起涨点83.45，只有一个中枢，前面是一个5浪作为一个进入段，
对吧？那么右侧的话，现在就看它离开，这个离开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走得非常强。那么它完全可以在上面继续走，然后在这里再做一个大中枢，这是大 B、大 A， 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对吧？不是说必须要两中枢。很多人之前有个朋友问过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必须要两个中枢才能结束一波上涨吗？不是啊，也可以是一个中枢，也就是说一个中枢从这里就结束，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看到它下跌的这个动能啊，或者说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出现它，所以更大的概率，如果说出现一笔回落，可能根本回不到这个中枢来，更可能是形成一个三买，然后在这里做中枢，做完中枢之后，看它是继续往上选还是往下选，对吧？现在这么看的话，是更可能性，就概率更大一点，是在这里做中枢。那么做中枢之前的话，它这一笔要结束啊，对吧？所以它这是一个这个递进关系的，所以说这个要先结束才有可能做中枢。如果说这个都没结束，那不可能去做中枢去。那么在日线上，在它这个之前的涨幅，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个回落只够一个三买，就是一笔下来了，然后又一笔上去。日线上是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在日线上，它这个结构，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这个底部的时候，有一些人问，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有一些人问，但是呢，它这个结构从142.66就是起涨点，这里出现过两个中枢，这里是有两个中枢，然后高低点有接触，是出现一个扩张的中枢，这个中枢升级了，然后呢，它开始离开，也就是从173这个位置开始离开，1、2、3、4、5，又走了一个五浪。又走了一个五浪啊，现在是在日线上，又是在这个第五浪里面。那么看一下这个日线的这个第五浪，现在你还没办法说它结束呢。那么日线这个第五浪，但是呢，你也可以目测的话，是比这个三浪是小的，对吧？这个三明显是空间更大。我们用这个工具测一下，现在还没到。等比例在304，现在只是突破了0.118，所以说任何掉头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被持了。那么我们要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应该1小时上也是一个什么123之类的。那么这里是在1小时上，这里有过一个中枢，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标出来。这里1小时做了一个中枢，然后现在还出现了1小时的一个三买，1小时三买现在也出现了，然后新的一笔也出现了。这就是我刚才在这个日线上说的，不是说必须要两中枢，但是你连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回落还没有，在这个谷歌上它是出现了一笔回落了，对吧？所以说它这里是更可能是出现这个两个中枢。当然现在这一笔目前偏弱，就这一笔的爬升偏弱，那么必须要出现力度，甚至再次突破前面这个291，突破之后你就要观察是不是有背驰了，因为它这段起涨的这个太强了，很容易出现背驰。如果说不能够突破291的话，那你在这个位置三买这个1小时的三买的话也要出来，因为它要在这里做中枢的，它也可以出现这种中枢，就是两次反弹，然后这样做，这样的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把这个日线上那一笔出现了一个日线上的一笔回落，就是它这个中枢啊，没有固定的一个结构，不是说必须要不能够出现新低然后往上走，它也是可以按照我刚才说那种两次反弹确认，然后出现这种也可以。所以说它怎么选都行，你要能够把它辨识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的上升力度没有，这个力度明显缺失的，对吧？现在想要出现力度的话，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它这个三买之后的一个反弹，反弹的很弱，现在只是到了0.382，但是呢，你要想更明确的话，就等一下等给一个明显的一个顶分型之后，对吧？然后这个内部走的非常纠结，或者说没有那么凌厉吧，这段它走的是不是那么流畅，所以说更可能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选方向，是往上还是往下。但是整体来讲，它只是在日线的第5笔，日线第5笔结束了，也不代表它要那个暴跌呀，
它可以出现再回来一笔，你还要去看能不能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它还可以出现7呢，甚至8和9，或者说，哎，比较深了，拉回来了，做中枢还可以往上走，对吧？因为这2次回落还是下面这个大中枢的3买，所以说呀，各个这个级别你要联合起来看，1小时上的现在偏弱了，但是大周期上大方向上还是向上的，所以就是你要这个把多周期动态的这个立体的交易建立起来，你这样的话就每个周期你就不会错乱。我大周期是做多的，可能在1小时上现在偏弱了，可能要减仓了，对吧？然后大周期还是向好的，我有回落的话，我还敢买，因为它还只不过2次回落，即使碰到的话，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还是3买。那你再往大了看，那个周线上那周期就更强了，对吧？所以对这种票的话，就是有回落你要敢买，但是呢，一定不能操之过急。等待它回调的时候，比如说稍微深一点，你也可以用简单的就用这个黄金分割来跟踪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就是一定是多周期的来跟它，这个基本面没有问题，其他的这个技术面就好跟了，就每次回落你就敢买就好了。然后这个十二位朋友问这 ARM，我在这个周末的给会员朋友们做的这个周末分享里面已经分析过它了，但是我看你也是会员，不知道你是没有看过我在周末做的这个财报，周末做的这个分析还是怎样？但是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那么它是10月5号，也就是后天，周三盘后。我们之前说过，它的周线上是有这么一个大的中枢，这是46.5的起涨点，然后这个中枢我这里标了是1、2、3、4、5、6、7、8，第8笔了，把这个更新一下。现在是上涨的第8段，那么它如果说再回来，那就是第9笔，那这个中枢在周线上这个大中枢就升级了。因为它现在这个这次回踩非常牛，对吧？正好在这个中枢中轨这里，然后上去了，又成一笔了，新的一笔。那么现在目前就是它离这个中枢太近了，这个位置离中枢太近，很容易被拉回来。力度不够强的话，但也并不代表100%就要回来。我只是说在图形上看的话，目前是近，但是财报嘛，谁知道呢？所以说，从这个起涨点127这个位置的话，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它是一个1、2、3、4，那第5笔呢，现在不够一笔，你需要新的 K 线出来，比如说直接财报出现一个大涨，那么这个第5笔可以画到这里。如果说它往下走的话，要跌破16的5.3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比如说一个大财报这样砸下来，那你就要变换一下前面的划分，就变成了1、2、3到这里。因为这是新的一笔生成，然后第5笔在这里，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回来，对吧？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看那个周线那个的话，可能就更深了。我们看一下空间，这个还是比较深的，20%以上的一个空间。如果说真要砸回到中枢里面来的话，做第9段，但是第9段也并不代表着这个要那个什么，要这个崩盘。那么我们之前说过 ARM 的问题就是，它的大部分的股份都被软银持有，那么它如果说不在市场上流通的话，它一直拿着不动的话，那可能这个流通盘就比较小，所以这个票的话，整体来讲，它可能波动性稍微大一点，跟其他的股票相比，所以说它变相的让它的盘子变小了，就是好操纵，几个机构在里面一搅和，可能就上下翻飞的。你看前面这里的这个波动都非常大，6%点多，8%点多。7%点多，2%点多，对吧？它整个的波动是大的。但这种票，你如果说操作的好的话，你看它这个非常有规律，在周线上这个震荡操作。那么如果说首先没有办法预测到这个财报之后涨还是跌，但是如果说简单的，你的成本已经很低了，然后它又在这个中枢的上面，我减仓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对吧？你继续上涨，我有底仓，你回来的话，我可以继续买回来，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对，稳妥一点的操作。但是每个人的风险喜好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有的人他就，比较喜欢重仓，比较喜欢压，那就要承受。如果说它出现回落的这种风险，你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你手里的底仓不想动的话，你也可以买一些对冲的，对吧？
所以说财报的话不好说，但是整体来讲，现在可上可下吧，这个位置它可以上选，可以下选，但图形上是没有方向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ARM， 我们还有15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个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点，这个474.07。那么474.07的话，这个是有技术上有含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日线上。这个214这个起涨的话，这里是一个大 A 中枢，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离开，它这个震荡是7段，不够久。然后这是一个3买，日线上给了一个3买411.44，然后刚好又出了一个高点，所以现在出了高点，但是这个MACD 啊，还有这个快慢线都出现背驰迹象，所以说如果说因为这个特斯拉现在就是在10月6号之前，这个股东要给这个特斯拉投票，是不是要通过马斯克的这个薪酬，不是薪酬啊，是他的这个叫什么玩意儿 pay package， 就是说如果说特斯拉盈利达到一个目标多少目标之后，那么董事会会奖励他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1 trillion 的这个 package， 非常大的一个，现在要投票嘛。但是呢，现在今天是突破了这个高点，可能是大家比较对这个投票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在这个图形上的话，如果说继续往上走的话，我们也是要看到后期的力度，因为现在起码在日线上，这个如果说不能够往上继续走，就是有背驰的，对吧？你要小心一点。那么在1小时上，这个起涨点411.44，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的，这个是强的。现在在1小时上最后这一笔啊，你看到最后这一笔刚好也回到中枢里面来了，然后还踩了一脚这个均线，踩的非常的技术，就这里。正好是踩到了120和200均，然后还再回到了中枢里面来，然后踩了一脚之后起来的。然后这现在离开这一段是强势的，现在是强势的。短期的话是一个强势表达，对吧？现在这个 MACD 是一个非常强的，所以说你在这个可能在1月16号之前看这段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它必须要保持这个强势状态，它才有可能把整个的这个拉上去，或者说拉得非常高。然后一个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再往下砸也可以，就是说在10月6号之前，它可能会维持一个高举高打的一个状态。那你要想去做空它，或者说想压住它投票不通过的话，你要小心点了。起码在1小时上，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好的，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我们简单说一句。然后这位朋友又问了一个比特币是吧？比特币的话，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那么它今天这个跌幅的话，刚好这个下跌的话，刚好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在日线上刚好是出现了3笔了。我们之前一直说，从这个最高点126296的话，之前是一笔下一笔上，然后这个反弹的时候，当时是我们测过是一个0.5的位置，反弹到0.5了。然后现在这个回落的话，之前是一直没有回落够一笔。那么现在是回落够一笔了，那么大概率我们这里之前是断开过，那么这里的话应该是再去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103516，跌破它之后要注意看有没有买点了，是不是要出现盘整背驰，还是说它可以先弹一次再下来，意味着这里先做中枢，然后再跌破它。以这种方式构成什么呢？以这种方式其实构成周线上的这一笔回落。这种方式构成周线上的这一笔大的回落，看它是不是甚至要到98225，也就是周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的下沿，那就要跌破10万。跌破10万，如果说没有力度的话，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买的这个机会。所以说，你要是手里有比特币的这个 ETF 的话，或者说跟那个以太币相关的，那比特币是龙头，比特币走不好的话，其他都会不会有什么好的行情。所以说不要着急买。现在是偏弱，现在整体比特币啊什么以太币都是偏弱的。你要是做多的话，就谨慎一点，先不要着急买，最好是它跌破这个位置之后，出现一个盘整背驰，
或者说弹一次，这个没有办法测它这个弱还是强，没有办法预测它是弱还是强的一个反弹，那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反弹，然后继续下来，对吧？所以说，反弹这一下你想跟的话，有能力你可以去跟踪这个反弹这一笔，因为它这段内部是已经相对的已经有4小时上应该有2段了，4小时上已经有2段了，看到没有？4小时上现在是有潜在的这个背驰迹象了。4小时上，你看它这个最后这一笔已经开始出现一个上升 K 线了，对吧？这是明显是空间低了嘛，而且这个 MACD 也明显是有背驰了，柱子的面积、快慢线的那个高低点都是明显有双背驰。所以说4小时这一笔你能不能够参与，那就看你个人的一个能力了。它完全是可以再弹一次，然后再踩到这个均线这里，然后再下来。就是4小时的这个反弹是可以参与的，如果说你呢有能力跟踪它的话。但整体来讲的话，是目前是偏弱的，就是做多的气氛是偏弱的。你要是做多的话，要稍微小心一点你的仓位，对吧？那么有反弹，比如说4小时弹了一次了，那你可以先减仓，因为这里是做了一个中枢之后，它可以继续下，因为它这个结构不够饱满呢，对吧？所以说，4小时这一笔能力是可以参与的，起码短期在4小时上看是已经有那个止跌反弹的迹象了。好的，看一下这个最后还有几分钟，看一下秦朋友问了一个 IREN， 这个公司挺有意思。这个我们之前分析过，我不知道谁问的，但是不知道抓没抓得住这一波大涨啊。这个它从这是多少？4块多、5块多涨到了70多。然后这公司原来好像它是个加拿大公司，然后是一个挖矿的，好像是，后来转型了，转型是为这些，它好像是要转型成一个能源公司，为其他的公司提供电力啊，或者提供算力，这么一个公司，它这个转型还挺有意思。今天是一波大涨，原因是啥呢？是好像是微软跟他们家买算力，造成了它今天一个冲高一个大涨，现在也涨了9%。所以说，很有意思的一个公司，但是如果说没有在底下买的，就是底下就开始关注它，一直跟上来的话，就想拿住的话不容易，这个票想拿住的话不容易。所以说，还是要这个精选个股，然后呢少做一点，这样的话你才能跟得住。你像这种能跟得住的话，这利润是非常非常丰厚的，对吧？但是并不容易的，长期持股是一个有难度的。我们做复盘说起来容易，很多事儿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你想做到的话是非常难的，尤其是这个波动这么大，如果说你的仓位再跟的比较大的话，那当然它的图形我们看今天在日线上刚好是出现了一个5浪的一个结构，从这个5.23这个起涨点的话，这下面有一个中枢，然后这个起涨点是1、2、3、4、5，刚好走了一个5浪，它好像也快出财报了，10月6号盘前要出财报。那么今天这个冲高回落呀，刚好是突破了前面这个高点之后，然后形成了一个5浪的结构。也就是说，短期的话，它的这个什么各种利好啊已经被兑现了。所以说，首先不要追它，你一追它，正好买在一个相对这个偏高的位置，那么它完全这里给你来一次回落，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上去，对吧？但是不代表说这个第5浪不能往上走，或者说这个第5笔就不能往上走。这个第5笔首先要结束，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像之前那个亚马逊似的，亚马逊也是出了一个财报之后，你看它的图形，亚马逊出了一个财报之后，当天是第2天是一个冲高回落，但是今天又涨了，对吧？不是代表这一笔到这里好像有回落，它就一定要往下走，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是根据当下的结构，我们一点点跟，对吧？现在只是说冲高回落，并不代表这一笔结束，你不能够说我假设它结束，或者说我就臆想它结束，或者说我主观判断它结束，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是你以你的这个预测来这个定义当下走势，这个其实是很有危害性很大的。然后这个在1小时上的话，现在是3段，看到没有？1小时上是3段。那么我们这个比较一下这3段。
很技术吧？是不是这个位置很技术？它正好在等比例附近冲高到最高点在76.31附近，它这个上不去了，75.72，冲的很技术。然后到了这个位置上，然后现在回落，所以说这个不能够说它第五笔这个日线上第五笔不能说它结束，它这里一定要出现，比如说这里再回来一次日线上1小时上，现在1小时上它完全可以再回来踩一次，这还有2个均线再提上来的话，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可能磨到这个财报那儿，然后再继续往上走，一样没问题的。所以说1小时上现在没有出现破坏这个结构的，需要到这个中枢下面来，才有可能说，哎，这个第5段就是这个日线上第5笔基本上大概率结束了，它开始要走反向了，对吧？现在并没有破坏这个结构啊，所以说你要跟得更仔细一点的话，就先看这一笔，就这一笔现在还没办法说它结束呢。现在因为它这个回落的这一笔还不够一笔，首先不要追它，但是等它回落一笔之后。这3笔是有一个背驰，看到没有？这3笔是有一个背驰 ，MACD 啊，柱子的面积、高度，这都是有背驰，这没问题。但是这一笔等它结束之后，可以继续做一笔新的。它如果说强一点的话，是直接再突破前面这个；如果说不够强的话，因为它现在这里回来的话是有一个中枢的，有一个中枢之后，看它弹一次这一笔其实很关键。如果说弹的非常弱，然后这笔又非常强的话，那基本上就断开了。就是说日线上一笔上，然后再一笔下，也就是说日线上它可能要构筑这个大中枢了，构筑这个大中枢啊。财报之前如果说不能够，比如财报之前如果能够回落够一笔的话，那有希望可能再上去，或者说再延续一个下跌，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现在就盯着1小时这个周期先看它，等到这个的结构出现一个变化之后，那日线上才能够跟随出现一个变化。但整体来讲，这个票现在是操作难度是变大的，现在不是说就是回落你就可以买多，不是那么简单了，这个操作难度是变大，所以要注意一下风险。好的，最后还有2分钟，我们在最后看一个，这个叫 Clark 朋友问了一个 PLUG， 这个是应该也是一个做能源的吧？我们之前好像也简单分析过它，我们简单说一下，因为时间并不多了。从这个最低点，这个是0.69的这波起涨，这里日线上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呢，这个回落我们看一下，好像是看一个哪个低点，2.91， 2.19啊，两个都是2.19，那可以是一个300。这里就是说我可以画到后面这个2.19，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下面这个中枢的300，对吧？那么从这个300离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123段，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一笔回落，它其实是2种画法。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可以有2种画法。如果说它这个上涨没结束的话，那就是这里是 A 中枢，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有 B 中枢的雏形了，对吧？这里，但是它可能也快出财报了，我不知道这个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一般出现这种约等号的话都是一个大概的。那么如果说在出财报的时候再往上走，但是它这个小盘子非常小，波动就是看你个人承受能力。这种一般如果说操作不好的话，如果说你的仓位在配置有问题的话，就很难操作了。它也可以是直接就从这里断开，就是说左侧的话可以结束。从这个0.69上涨的话，它完全可以完事了，这段可以结束了。有中枢，有300，然后还出现一个背驰。现在可以走右侧，走什么呢？就是这右侧这里其实可以是个123段，因为什么可以是123段？因为它这个里面明显有一个反弹确认，这里明显是有一个反弹确认这个高点的。然后这个3还不背驰，也就是说3跟1不比较没背驰，就是说你要做多的话，你相当于逆势啊。这个4我宁可不要了。当然也能出现这种很强的状态，但是目前看现在表达的弱，这里可能是这样一个1、2、3、4、5，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才有一些要进场的迹象，甚至是你要等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往上选。那这个要小心一点，这个整体操作难度比刚才说那个还要大，因为它整体是这个大周期上都没有向好的一个迹象的话，你去想做多它。我们是以
做多为主要讲解，因为大部分人是只喜欢做多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参与，再见。